华硕 ASUS 在2024年，也就是去年，一改原先主打利基市场的小尺寸手机策略，决定以主流的6.78寸大萤幕的 ZenFone 11 Ultra 应战，确实收到不错的成效。在2025年开春，ASUS 再次推出大萤幕手机应战，这次推出的机种是 ZenFone 12 Ultra。同样是6.78寸的大萤幕，外观是延续上一代的设计，但是颜色上变得更文青了一些。当然，从上一代就非常用力在推的 AI 功能，这一代除了增强原有的功能以外，还加入了几个新功能哦。接下来就一一介绍给大家。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ASUS 在去年推出大尺寸手机之后，其实不少朋友都有留言，希望也可以推出小尺寸手机。不过对于 ASUS 来说，一年推出一款单一尺寸的 ZenFone 系列，我认为已经是极限了。毕竟身为台湾唯一的智慧型手机品牌，在本地的市场其实不太大，而国际市场竞争又超级剧烈，每年都有新机可以推出，我真的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选择大尺寸手机，也是因为大萤幕才是市场主流，也能找到更多的消费者。好，那这次的 ZenFone 12 Ultra 到底带来哪些新功能、新东西？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全新的 ZenFone 12 Ultra 在相机规格部分，跟上一代的 ZenFone 11 Ultra 基本上算是完全相同的哦。主镜头采用1.56分之1寸5000万像素的 LYT 700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1.9。跟前一代的 IMX890其实算是同一颗感光元件啦。超广角镜头采用1300万像素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2.2。那3倍望远镜头呢，则是3200万像素感光元件，光圈大小是 f2.4，最大可以达到30倍的数位变焦。拍照成像效果跟上一代差异不大，我们就直接来看照片。日拍部分，色彩表现跟前几代差异不大，属于比较浓郁的色调，在锐利度部分依旧很高。这样的调性其实还蛮多人喜欢的，所以表现上也算是讨喜哦。夜拍部分其实表现也不错，该有的色彩呈现还有锐利度都有。即使在很暗的环境底下，只要保持稳定的拍摄，也能拍出不错的照片。不过3颗镜头的色调差异其实有点明显哦，不晓得是因为我拿到的是测试机关系哦，那后续不晓得会不会变好，我也不知道哦。所以对于想要在同一个景色用不同焦段拍摄的朋友，我觉得后置上就要花一点时间。超长焦段部分就是数位变焦部分，因为整体的锐利度很高，所以在边缘线条的刻画算是很清晰，也就造就了细节上看起来还不错的视觉感受。日拍部分10倍画质算是可以接受范围，但是30倍我认为当成望远镜看远方的文字就好了，至少拍摄文字部分还算很清晰啦。那夜拍部分10倍表现并没有太理想，那基本上其实应该没有算是所谓的细节啦。虽然说镜头规格都相同，不过主镜头在6轴防手震 Hybrid 提升到 4.0 版本，具备正负5度的晃动校正，比起上一代提升 66% 的防震效果。那效果如何呢？我们直接以 ZenFone 12 Ultra 开启超级防手震，还有另外一款关闭防手震的手机同步录影来比对看看。看实测结果 ，ZenFone 12 Ultra 的超级防手震能力真的非常的好，无论走路或是跳动都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画面。在录影功能上也提供 AI 追焦，使用时当镜头侦测到主角之后，会呈现白色的框，此时点选白色的框，选取到主角之后，就会变成黄框，就可以开始进行追焦。无论自拍镜头或是主镜头都可以主动侦测主体并自动变焦让主角维持在中间。大家记得人千万不要超出原镜头的取景范围不然就会不见哦。录影收音部分支援 AI 录影降噪，可以在录影时开启这个功能。另外也能启用滤除风切声，开启 HDR 那降噪效果如何呢？我们直接来看实测。现在没有开启 AI 降噪录影功能。现在没有开启 AI 降噪录影功能。现在测试 AI 录影降噪功能。现在测试 AI 降噪录影功能。看完实测，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整个效果其实是蛮显著的哦。那另外还有 AI 快门追焦也非常好用，
开启功能之后，要先瞄准拍摄的车辆或物体，跟着移动之后再按下快门就可以完成拍摄。那拍摄后的照片会有快门追焦的图示，打开后按下快门追焦图示之后，会有3张不同程度的追焦照片让你挑选。实际拍摄的效果，我认为算是还不错的AI 是 ASUS ZenFone 12 Ultra 的重头戏。之前在 ZenFone 11 Ultra 时就带来了录音笔记、即时通话口译、搜寻助手等的功能这是更进化了，升级原有的功能之外，还加入了 AI 文章摘要、AI 档案摘要这些功能而 AI 照片处理部分还有着智慧消除、模糊修复等功能接下来就分别介绍几个重点 AI 功能给大家。AI 文章摘要部分，只要打开浏览器，看到有兴趣的文章之后，这时候按下右上角的功能选取分享，这时候呢就看到下方有一个文章摘要的功能，点选之后经过几秒钟就会整理出整篇文章的摘要，整体的内容我觉得还蛮台湾化的其实还不错。另外还有非常特别的 AI 档案摘要，这功能可以直接帮你摘要出文件档的内容，是文件档你不用打开所以你只要开启档案管理，找到档案之后，长按选取就可以看到摘要功能，按下之后就可以生成摘要。这是全新即时通话口译 2.0， 完全就是为了台湾消费者打造的功能。怎么说呢？它除了一般通话的翻译以外，还能进行 Line、WhatsApp、WeChat 的通话翻译。有 Line，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期待、很喜欢呢？好，那当接通 Line 之后，会出现即时通话口译的图示，按下之后就可以进行口译。那我们直接来看示范。嗨，我该如何帮助您？你好，我想要预约用餐。没问题，你想什么时候预定？我想要预约这周5的晚上6点。好的，有多少人会用餐？总共有4个人，谢谢。以刚刚实测来看，翻译的内容都很正确，是相当实用的功能。而录音笔记功能，这次也更全面的。当录下会议后，就可以依照不同讲者的声线并转为逐字稿，也可以只挑选特定讲者的内容，当然也可以进行内容摘要，摘要也能进行翻译。照片部分，最实用的 AI 智慧像素也进步了不少。只要点选照片并按下 AI 图示，就会开始进行分析照片。接着圈选或是点选要移除的物体，并按下消除并生成，几秒钟之后就可以完成。实际消除后的照片虽然我觉得没有很完美，但是大致上还算自然。而模糊修复的部分同样在照片中点选增强的功能，就可以看到 AI 模糊修复。按下后调整参数之后，就是调整它的修复程度之后，就可以看到预览的修复状况。那满意后按下储存，就可以另存新档。实际上的表现当然没有办法修复太过晃动的照片，不过轻微晃动的照片修复的表现，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ZenFone 12 Ultra 在硬体部分除了处理器外，其他的部分提升其实蛮有限的。我们先从显示器看起。萤幕部分采用 6.78 寸2400×1080解析度的 AMOLED 显示器，峰值亮度是2500 nits， 萤幕保护玻璃则采用 Corning Gorilla Victus 2， 这部分跟上一代是完全相同的。那处理器部分当然是采用全新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搭配 16GB 的 RAM、512GB 的 ROM， 以AnTuTu 跑分可以达到295万分 ，Geekbench 6单核3219分，多核是10299分，再搭载同样处理器的机种，这算是非常顶尖的成绩。不过不知道为什么AnTuTu上面会秀出 ROG 9 Pro， 可能是因为测试时产品还没上市吧。电池电量部分跟上一代完全相同是采用5500毫安时的大电池，以高效能模式来测试，续航达到11.5小时；以日常使用的动态效能模式测试，续航将近25个小时。那虽然说电池没有变大，但续航明显优异许多，显示在电量管理上做得更好了。充电部分支援65瓦 Hypercharge 快充技术，官方表示从1%充到100%电量大概只要39分钟，速度相当快。同时它也支援15瓦的无线充电。对了，除了支援5G 双卡双待之外，还有支援 eSIM， 对于经常出国的朋友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另外还有着 3.5mm 的耳机孔，以目前旗舰机种来说，有耳机孔的机种真的非常稀有。整体来说，虽然这次 ZenFone 12 Ultra 在硬体上除了处理器以外，并没有太多的加强，不过 AI 功能的确是补强了不少，而且还有很多功能都可以离线使用。而台湾中文的处理能力上，
有着很在地的语气跟用法。更棒的是，还会针对台湾人爱用的 LINE 加入了即时口译功能，让 AI 更为全面、更为实用哦。那以上就是 ZenFone 12 Ultra 的评测，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期见喽，拜拜。